大家好，欢迎来到 K 线西游战法频道，订阅我的频道，读懂 K 线背后的秘密。今天是北京时间2022年10月13日晚间21点06分，在这里呢为大家解读比特币的行情。首先我们看一下外围市场表现啊，道琼斯工业指数主联，也就是道指的盘前合约，目前出现了最大1.8%的下跌。那这样的下跌原因是美国公布了它的 CPI 数据啊。比预期高了0.1个百分点，也就是比预期高了1/1000啊。这样的下跌呢，我们认为是消息面引发的。那在前面行情当中，我们看到了美国公布非农数据啊，让它的反弹结束。反弹结束之后连续下挫，那么公布 CPI 数据。同样让美股出现了一个快速下行。那么这一轮反弹结束了没有？我认为还没有结束啊。目前虽然接近前低啊，但仅仅是道指的主联。那道指主联呢，会影响道指啊，今天晚上会出现一个低开，但低开之后，我认为它依然会出现反弹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轮行情我们认为道指出现2轮半周线级别下跌西游之后，走1轮周线反弹，然后出现1轮周线级别的下跌。周线级别下跌西游之后，正常它应该会有2小时到4小时级别的反弹，但是呢，反弹到中继的位置，就因为2个消息面的原因，一个是CPI 数据啊，一个是这个非农啊，2个消息面的原因啊遭到打压。但是呢，我们依然认为周期性的规律啊 ，K 线西游战法当中周期性的规律依然存在。所以呢，这轮行情在再次触底之后，可能会形成左高这个位置，左高右低的右空画面，但是它的反弹依然会出现。那这种情况下呢，对比特币有什么影响呢？目前我们比特币的行情呢，处于一个非常低的一个底部位置，非常低的底部位置呢，并且在这里面呢，形成了3次波谷。3次波谷形成之后呢，我们非常大胆的确认啊，目前市场的底部位置几乎就是在$18,500附近啊。那么现在点位是略低一些，这个无所谓啊，因为行情有很多毛刺现象。那么这里呢，这个波谷的位置啊，是在17605这个位置上确认而来的啊。第一次确认之后，它反弹上来，二次确认，所以呢，前面这2次呢都是第一次波谷，然后第2次波谷。那么第3次波谷略显复杂，略微反弹之后啊，这个反弹时间级别是4小时级别，4小时级别反弹之后啊，不断的触及这个低点附近，那这个位置呢就非常容易做诱空的动作，所以呢不断创下新低，但尚未完全构建出低于17605点的新低啊。那么这种情况下呢，我认为当前的行情属于一个震荡，这里的震荡呢依然是构建第3次波谷。第3次波谷构建完毕之后呢，我认为它会有到达$21,000附近的一个反弹。这个反弹虽然没有完全发生啊，虽然目前还没有发生，但是呢，我们这个行情到现在啊，走到这里面出现了什么呢？出现它的收敛动作逐渐收窄。目前从9月16号到10月13日，接近1个月的震荡啊，它就有可能形成横有多长，竖有多高的反弹行情啊。我是非常坚定的认为啊，第3轮反弹是有可能发生的，因为每轮行情啊，它不可能仅仅出现3次波谷之后啊就发生直接的下跌，一般而言呢都会形成4次波谷。当前时间是10月13号啊，比特币月我们要记得啊，比特币月还没有过去呢，到10月30号才算过去，所以呢，行情走到这里是有机会出现反弹的。只要美股在当前这个位置出现一个见底的信号，那么比特币的反弹也就能够产生。我们非常清楚啊，当前行情处于一个下行趋势，在下行趋势过程当中，行情走的弱势一点，多一些震荡呢是允许的啊。当前行情呢是第3次波谷这个位置啊，虽然可能出现低点，但是这个低点并不是我们可以介入的时间点，因为行情的反弹随时都有可能发生，所以呢，在这种情况下呢，我认为啊，更多的耐心去等待比特币月比特币月结束之后能够出现的高点，比如说这个高点在$21,000附近，才是我们可以进场空单的一个时间点。所以呢，
对于比特币来说要耐心等待，但是呢，对于以太坊来说，我们一直是建议做空单的啊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它有一定的下跌空间。同时呢，我们看一下以太坊对比特币的交易对啊。在这个交易对上呢，它已经出现了周线级别下跌稀有一个特征啊。目前它走出了悟空阴线啊，走出悟空阴线之后，本周它是一个8件阴线，这样呢，它就有一个下跌稀有的一个预期呢。这里的下跌呢，会同前面行情当中的下跌相互形成一个平行结构。那么以太坊本身对 USDT 的交易对呢，本周啊出现了一个沙僧阴线组啊，沙僧阴线组出现之后啊，上面有8件阴线组、悟空阴线组，那么下方呢有唐僧阴线组啊，我们给出的目标$1100，目前正在不断接近，所以呢，做空你要找弱的去做，谁弱去做谁。以太坊对比特币交易对的它的一个弱势呢，我在之前行情分析当中已经给的非常明确了，所以呢，做空以太坊依然是最好的标的。然后我们看一下我们重点关注的币种 ERN 呢，在这个位置上呢，我们看到它的结构依然存在啊，4小时结构非常稳定，证明它是目前市场上非常强势的币种之一。在这里面，我们确实的观察到啊，波峰连线、波谷连线，真实的画出了什么呢？收敛三角形。这个收敛三角形当中，它就是酝酿多头的一个基础。一个地基，刚才我们说了横有多长，竖有多高，这种横盘结构啊，会酝酿多头。同时呢，我们在这里面抓到了它足够多的震荡啊。我们看到了4小时级别，它做一轮上涨吸油之后，做对称性下跌，对称性下跌之后形成一个低点，这个低点呢是 A 点 ，A 点出现之后发生反弹，反弹之后打到 B 点，我们就能连接一个波谷出来。这样呢，我们连接波峰波谷之后，我们就可以在 B 点啊去抄底啊，二次抄底，然后 C 点呢再次抄底。那么目前行情已经形成足够多的波峰啊，这个波峰是等位置波峰啊，虽然是稍微弱一点，但也算是等位置波峰。等位置波峰形成之后啊，我们可以看到啊，这属于一个什么呢？一个骑行整理啊，传统思维观念里骑行整理就是这么来的。骑行整理出现之后，还是容易出现上涨。那么下一波上涨呢，它是日线级别的。我们看到了日线级别上有悟空阳线，有8件阳线组啊，这一组 K 线呢都叫8件阳线组。那么上方呢就有唐僧阳线啊，唐僧阳线和沙僧阳线。那么这样呢，我们在上方行情啊就有一个目标位$5.5啊，这个是日线级别上涨吸油的一个目标位，同时也是阻力位。那么如果涨到这里啊，这里面非常容易发生突破，因为我们前面讲过啊，这是一个非常薄弱的地方啊，三角形的收敛焦点，这是一个最容易发生突破的地方。所以呢，对于 ERN 这种强势币种，我们依然有看多的一个预期。然后重点说一下这个 HT HT 是被孙宇晨收购了的火币平台的平台币啊，目前涨幅非常巨大，从底部到现在啊高点这个位置啊，已经涨了接近100%。这么大的涨幅下呢，我们看到行情本身它酝酿出了一个悟空阳线，一个8件阳线，一个沙僧阳线。那么插针的这个位置上也算是唐僧阳线了，所以呢，它目前已经构成了什么呢？构成了一个日线级别的上涨吸油。所以呢，今天晚上24点，为什么说24点呢？因为火币开平仓的时间点是每天晚上0点，你也可以理解为24点。凌晨24点之后呢，它会出现一个收盘的动作，最终呢会收出一个日线级别的上涨吸油。那这样呢？它的调整很快要发生了。我们知道日线级别上涨吸油完成之后，容易出现小日线到4小时级别的调整，所以呢，你要把时间级别调整到小日线和4小时。小日线上我们看到小日线已经经历过一轮调整，那么它的调整时间级别可能是在4小时级别。那如果出现4小时级别，很容易去回踩$6.0到$5.7这个区间啊，因为这里面是有一个平台期的。那么我们看一下它在前面行情当中，它的一个平台大概是在6.9附近啊，6.9啊，所以呢，这一轮下跌回调，我认为是能够回调到$6附近。到达这里之后才是你多头进场的时间点啊，因为它有个时间级别切换、方向切换的一个原理在这儿啊，所以呢，耐心等待什么呢？等待它出现一个4小时的阴线，如果4小时级别阴线出现的话，就是它的一个调整信号的开始，然后4小时级别有可能出现
悟空阴线、八戒阴线、沙僧阴线、唐僧阴线，最终完成一个4小时级别的调整。完成4小时级别调整，才是可以再次进场再次进场的一个时间点。因为我们今天发现在比特币、以太坊快速下杀的过程当中HT 依然表现的很强劲，所以呢，在后面它有可能表现，但是我们要耐心等待它在日线级别上涨吸收之后，完成4小时级别调整再入场。那么好，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。对我 K 线西游战法感兴趣的朋友们，可以在当当网上购买我的这本同名书籍。同时呢，非常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和关注，希望大家能够订阅我的频道，加入我的 Telegram 群或者 VIP 群。感谢大家，再见。